这一期的比赛多少有点反人类了，选手们要用做好的乐高模型挂在这些巨大的氦气球上，既不能飞走，也不能降落，必须在空中悬停10秒钟才算合格。除此之外，还要有美学、故事和技术。长发小哥准备做一个迷失太空的宇航员，拼命抓住气球的绳子。因为对重量要求严格精确，所以大家干脆一边测试一边加紧零件。台下5小时，台上10秒钟，终于来到了测试环节。Let go. 10, 9, 8, 7, 6, 5, 4, 3, 2. Scott Nolan won. I think everyone else made it. I'm so sorry. 只有长发小哥组的宇航员不幸降落，其余组全部成功。5 hours undone in 10 seconds. 其他选手的作品更是极具创意，但最损的还得是这个短发小哥陷入了感情问题，于是他的队友非常贴心的做了一个他被女孩抛弃的故事。澳洲的笋都让你给夺完了，女孩挂在气球上，想要飞往更好的生活，努力挣脱着脚下的短发小哥。 Gotcha. It happened to me. I get it. 胡子哥能做动物，绝不碰其他题材。他们搭出了希腊神话中的飞马，为了节省重量，不得不在翅膀上动刀，给翅膀都砍到漏风了。妈妈组做了个装满了零食和小虫子的野餐篮。厄运组是唯一赶上动力组的勇士，以模型自重，能漂浮在空中就不错了。他们还加了很重的电池盒和电机，为了节省重量，他们用一个机械控制2个动作：人仔的腿做胡子，放大镜做护目镜，飞舞的围巾和复杂的机械结构。这吊打比赛的水平，估计连胡子哥都看傻了。结果毫无悬念，厄运组不仅赢下了大魔王胡子哥，还摆脱了厄运砖，并且拿到下一场比赛提前30分钟特权。厄运组真的越来越强了。还记得第1届的选手字符小哥钟爱搭大尺寸模型，为此节目创立了个新名词 KL 尺寸，来形容那些因为太大而拼不完的模型。本期的挑战就是要搭一件和字符小哥一样高的东西，多损啊你们，请人家过来当标尺。本来8小时设计加搭建这么大的模型是几乎不可能的，评委还封锁了一条捷径，不可以拼大楼和高塔，那就啥高搭啥呗。长发小哥选择了万隆，评委一听就知道长发组又开始犯眼高手低的毛病了。 What did Kale go home on? He failed by trying to make a giant dinosaur. It's just bad juju, man. 评委赶紧告诉他们，8小时是绝对拼不出1人高的恐龙的。 You can take that 2 ways. Prove me wrong, or you go home. 结果长发小哥又给作品摔了，决定从头再来。你们干脆改名叫重做组吧。最恐怖的是剩下这点时间，他们真的重做出了一个火箭。这手术跟上一季拼实心楼的长发组有的一拼。长发小哥不仅在底部做了发射台和烟雾，整个模型比字符小哥还高了2个头。看下面的就知道他们的速度有多碾压了。这场比赛里千万不能选择横向结构大的东西，不然即使是多出30分钟比赛时间的厄运组也没办法搭完。他们设想做一个漂亮的水流喷泉，但用尽手速达到了字符小哥的高度，却发现没有时间填充细节了。整个作品留白太多，略显尴尬。就算撒一把蓝色透明砖进去也好啊。这一下不仅是故事，色彩上也缺少内容。请第1届的选手来当题目，还是来当长度单位的，多少有点缺德了。但要搭1人高的东西，8小时真的太短了。以前搭个楼都给10几个小时，全场焦头烂额也难以完成比赛。节目效果是达到了，但职业选手胡子哥因为太顺利，都没有什么镜头，他们就是来玩的。胡子哥肯定是搭动物，还得是一种长度能够适配字符小哥的动物。他们要做的是一只从筐里钻出来的巨型眼镜蛇，所以就有了刚才吹笛子弹幕。因为上一场被厄运组的机械秀了，所以他们这次也要让蛇动起来。游刃有余的8个小时过去了，他们最后还有闲心做个笛子吹。眼镜蛇吐着芯子站在篮筐里，舌头里的机械控制着下巴的开合，眼睛里还加了发光砖，就连底下的框都搭得很好看，简直可以送去乐高旗舰店里做镇店模型。妈妈组的设计就非常讨巧了，他们做了个路牌，这下高度直接达标，故事也非常可爱。这块前方学校减速慢行的路牌被小人仔占领，上面的人类也被偷偷换成了人仔。妈妈组的体力不如年轻人，固定好路牌才发现人行横道角度不对，第2次固定，内部的固定结构没有做好。1 minute. Don't give up. Don't give up. 1 minute. Oh, it's all right. It's all right. It's okay, Blue. 8小时的心血，破碎的声音。 Do we want Cal to lie down Yeah, I beside would it? like him to lie down. Yeah, definitely bigger. Definitely 5. 字符小哥一出场就迅速进入了风暴装逼模式。 Okay, quick knowledge bomb I'm going to drop on you guys. But I think he might also think he's Brickman. He really is the ruler today. 短发小哥准备做一个钓鱼台，细节才是他们的强项，大模型反而限制了他们的发挥。码头上的渔夫吊上了一只轮胎，缺失的美学，凑高的码头，没有情感表达的人物。
让短发小哥和妈妈组以及厄运组在淘汰队列中相遇。妈妈组交出了白金砖保命，剩下2队中的短发小哥因为一项色彩达标而幸存，可惜厄运组刚摆脱厄运砖就被淘汰了。另一边，胡子哥凭借巨蛇再次拿下了冠军。点击右上角关注乐高拌饭，记得一键3连哦。今天的挑战叫切一半，每季的传统异能题，选手们只拿走半件东西，用乐高复原另一半，时间只有10 hours. Good luck. Your time starts now. Go for it. That's my body. Hey, that's my body. 胡子哥选择了最难的半个录音机，这一下子没法做他们最擅长的动物了，而且录音机的想象空间实在有限。霎时间，胡子哥有点束手无策。但摆弄了10分钟后，他们突然意识到，谁说录音机一定要摆桌上呢？他们把录音机倒过来后，灵光乍现，做成录音机在爆炸中摔倒在地上，火花炸成音符喷涌而出的场景。这个创意的抽象程度，让人不禁对3冠王胡子哥的技术能力都捏了把汗。为了做出伞架绒花的感觉，他们用浅色的砖块做出瀑布和云朵，巧妙的零件拼搭出各种各样的迷你乐器，看着令人舒适的音符形状。录音机坠落在地上，迸发出了一场音乐元素的狂欢。吉他、架子鼓、键盘、磁带、小提琴，欣赏他们的作品时，经常会忘记这是用乐高做的，难以说清其中的美学逻辑，但视觉上就是达成了和谐，绝对是能载入乐高大使历史10强的作品，搞得比官方套装还好看，简直和第一季封神的半个小提琴有得一拼。而这样的作品对他们来说也才游刃有余，很难不怀疑他们表现出的压力只是为了尊重对手，强烈谴责胡子哥的这种满级刷新手村的行为。选手们纷纷拿走自己想要的题目，这半个主持人怎么没人抢啊？ Oh, you bought his better half as well. There you go. 长发小哥拿到的是半个留声机，他们要在留声机另一边做一棵树。让我没想到的是，这讲的还是一个爱情故事。树下分为春夏秋冬4个季节，分别代表了一对情侣不同的人生阶段。不过模型和题目要的不仅是物理上的链接，意象上的结合更重要。想法虽好，但树和留声机八竿子打不着啊。Why the gramophone has a tree next to it? What's that story? 想到自己再这么固执的做下去会被淘汰，小哥一巴掌终结了自己5小时的成果，决定重做。刚想夸他们破而后立的果断，结果卷毛马后炮的想到了结合点。 It's not a love story. It's a love song. 把爱情故事改成情歌，不就和留声机搭上边了？好嘛，这下白砸了。此时时间还剩下一半，还好脏辫哥的手劲不大，树干还有抢救空间。他们复原了树干，做了2只会唱歌的爱情鸟，加了乐谱。最为巧妙的是，他们将机械开关放在了雪人上。唱片开启，留声机播放起这首以4季谱写的情歌。一对情侣在春天相识，夏季步入婚姻，秋日里和孩子玩耍，冬天在冰上起舞。这棵树和爱情鸟也成了他们人生的见证。10小时的比赛时间，实际上他们只用了7小时。 Can you imagine what you would do if you had thrown 10 hours at it? Good stuff, guys. Well done. 厄运组拿到的是半个收银机， I'm gonna call it ka-ching. 他们准备将另一半做成一个腰缠万贯的富婆，资本的代言人形象，人脸有多难拼，不用我说了吧？而他们这次的写实派人脸几乎称得上巅峰，当然除了人脸，乐高中的球体也是很难拼的。Students will be watching this and having a good giggle. You're never going to live this down. Mr. Ryan made boobs. 富婆从收音机跳出来，一身流行文化中的土豪画风，身穿纸超裙，脚踏豪车，遍地奢靡。无论是创意还是技术水准，他们这次的发挥都让其他组的选手感到了强烈的危机。 But for everyone else in the room, they're coming. They're coming. And we've got the absolute living proof of that. Well done. 情侣组拿到的是半个望远镜，他们准备将宇航员绑在火箭上，乘坐望远镜飞上太空。可宇航员的脑袋太重，重到承担起了节目效果。他们的危险动作吸引了很多机位。Ideally, of course, a drop would be a terrific ad break, but that's awesome. 那就让我们来实现这个想法。开玩笑的，最近都接不到广告。虽然过程很难，但他们最后的发挥只能说不好不差，远不如美版夫妻组的望远镜。妈妈组桌子上是半个电锯，他们反其功能而行之，在电锯另一边做了树屋与之对决，最后树木打败了电锯。可惜创意第一，技术垫底。树屋主题前有参考答案，官方套装，后有长发小哥超常发挥的4G留声机。妈妈组这次的作品真的难以突围，最后和情侣组一起进入了淘汰队列，但他们最后关头还是决定不用白金砖保命。 We're either going home, or we're going to be able to play the brick to take us through to the final 4. Unfortunately, Anthony and Jess, you'll be leaving us today. 他们赌赢了，而情侣组这边就惨遭淘汰。
本期的胡子哥也凭借录音机拿到了他们本季的第4个冠军。点击右上角关注乐高拌饭，记得一键3连哦。这个画面不是超市打折啊，是选手们在抢占自己想要的物品，只不过这些物品难度面积也就只那么点儿。看看其他组拿到的大望远镜，哎，还有半个地球仪，这一看就超有布置的钟。笔记本就难搞了呀。很快12个小时后，大胡子组能不能凭借实力来个翻盘呢？这组作品的主人公是一个这些小方块既是博客又是生活，妙啊，超出了我的意料。以为是大胡子组搞得出来了。cos 姐妹拿到的是半个地球仪，这要是能搞个播撒和平，配色真够花里胡哨的，用龙为了底板，这个不说是龙，我还以为是粉红豹占领地球了。白人线说完夫妻组，再来看看夫妇组，也就是艺术就停摆了。于是村民们一起齐心协力创造了一个发条人，让时钟再也不会停下来。拿到状态都变好了。他们在拿到的半个消防栓背后啊，做了一个美人鱼，象征生命的爱和绽放。这个虽然美人鱼的长相不太委婉，但作品的细节、海底世界的设计，包括说人鱼和消防栓的融合都很完美。这组不吵架之后实力大增，这告诉我们神仙打架的展示阶段。虽然我最喜欢白人小哥和夫妻组的头盔和望远镜，但真的龙丸做成了艺术品，和发条人的故事相得益彰。白人兄弟 cos 姐妹组的迷之恶龙配色过乱，结合度也是很低，给这地球仪换成花。下一期挑战用乐高拍电影。嘿，欢迎来到乐高拌饭。我们刚才看到的就是这一期作品的展示方式，打砸抢是最漂亮精彩的那个，将成为本期的 No.1。你们这儿还缺扫地的吗？首先来摧毁的是夫妻组的作品。夫妻组的作品主体是一只邪恶的触手怪。水老板疫情期间你胖了吗？最上面有一个拿着炸弹想要解决他的超级英雄。上一期我们看到了2组作品砸毁的精彩瞬间，接下来遭殃展示的是光头兄弟组，一个会吞噬星球的大怪兽。他们的风格一向直白野性，因为作品规模很希望人在没事儿。下一期最被看好的大胡子组和白人小哥组终于要登场了，这瞬间也很壮观。可恶啊，爆炸后还是有几个人仔留在了里面。接下来是大胡子组组合的独角兽飞船对战机器人，故事不错，可惜的是阿姨们作品的底板太脆弱了。搬动的时候作品散掉了，感觉凉凉了。最后压轴的是上一期胜出的白人小哥组，果然实力不存，工科直男特有的浪漫，做出了庞大的晶体结构。这是一座正在建设中的人类宇宙空间站。对手强就怕对手撒狗粮。接下来则是要送一组回家了，评分最低的2组分别是男女组，因为吵架导致完成度不高的太空猫猫，以及阿姨组，不仅作品搬动时碎裂，而且搭建技巧过于基础，属于养生玩法。在乐高版的卡丁车游戏里，拥有一辆自己制作的战车，赢得这场比赛就可以。5辆赛车一搭好，接下来比的就是车技了。外形也是第1名，双料第1夺得冠军。鲨鱼车将会数字化加入 2K Drive 游戏，成为永久车辆。老师组的可乐饼外观和性能都是最后1名，被淘汰了。经常撞车的朋友都知道，车越大事故越壮观，车越花现场越绚烂。今天的乐高比赛，选手们不能从零件库零元购了，要靠车货来获得可用的砖块。摆在面前的是10辆来自乐高赛车游戏用，这个规则无疑给本来技术就不行的他们又上了一层难度。选手们既要考虑撞击车辆的大，得让搭车的战车扛得住崎岖山路的颠簸。机油组想做酷炫点的，选了红蓝老爷车和墓碑船，但也让他们拿走了。他们搭了辆鲨鱼导弹车，核心部分完成后，他们还测试了一下，用这些碎片搭了一辆强壮的太阳能花车，体积很大，看起来不怕被撞的样子。外形上如果能把太阳能板也换成花，应该会更加分。妈妈组选了香蕉车和漂浮船。8小时用乐高拼的包能背吗？能，背得好看，还能上杂志呢。老师组的主题是夏天，他们要搭一个船帆形状的沙滩包，采用了和母子组一样的活动弯曲构造，2片用一条带子组合起来，整个包都是灵活的，但是带子的灵活性有点过了头，一拎起来就稀碎。还剩最后20分钟，他们还在不断调整包的构造，包到最后都没组合好。It's not probably a bag that you can comfortably wear and feel confident with. 兄妹组是唯一一组选了冬天的，他们搭了个简单粗暴的行李包，但行李袋跟时尚有什么关系呢？黑人妹的表现力可以加1分时尚分。
Hey, come on. I'm sorry, I got a bar. 行李包的造型就是一个行李包。值得一提的是，这个牙齿零件上下两排作为拉链出现，拉链头是一个骷髅人仔。男评委非常喜欢这种零件妙用。 And you got some beautiful detailing. 来自加州的姐妹组选了他们最熟悉的夏天，他们要搭一个沙滩包，时间过半，可见其规模相当之大。评委来委婉提醒他们要考虑到拍照时的协调性，这么大个冰箱，不是。 这么大个包，效果恐怕不会太好。于是，在还剩下3小时时，他们突然拆掉，换了个小的重新搭，一直忙活到最后1秒。最终，他们从大冰柜换成了小冰箱，甚至还装了轮子。和包唯一搭得上关系的就是都能装东西。意料之中，他们被淘汰了。机油组终于实至名归，得到了冠军。枫叶包的造型在我心目中排第1，也是唯一一个带有功能性构造的。最终，他们登上了本月极泰美的封面。 下期 We'll smash them together. 无论你曾经见过多离谱的乐高，今天都将重新刷新你对乐高的印象。这次总决赛规则很简单，28小时不限主题和零件数，观众200票，评委100票，是了超级大师4个字 ，Brickman 看了都舍不得走。兄弟组是第4季的冠军，上次的决赛里他们搭了一个史诗级的战斗场景，而这次他们打算做一个平静的时刻，在森林里露营的旅行者偶遇了巨象，他们想复刻类似林中小路的感觉，传达一种微妙细腻的情绪。兄弟组每一次的表现就差写着参考答案4个字了。在没有长发组这种不断突破答案的选手之前，兄弟俩一直都是标准的冠军。看着长发组的搭建，兄弟俩在搭完山神后，他们继续做了一些和山神相似的小型角色，让他们躲在灌木丛和石头后面。他们在大小山神的眼睛后面加了灯光键。接着哥哥要开始捏第2位主角冒险家了。山神和冒险家的画面交互上非常像他的。最后1小时，他们用来给场景做点缀，在旅行者身边增加了一只白色狗狗，山上放上小石碑来表明这是山神的领地，还有各种各样生动奇妙的小细节，以增加观众的灵魂，监视着自己的守护地。他们真的把雀王和林中小路一样，涌现了一种原始而真情。他掌管整个动物王国，但这种模型的痛点在于本身的存在感很高，需要更多的细节承接目光，不然很容易让人察觉缺陷。如果说长发组的泰坦巨人是漫画版的设计来参赛，短短10几集就上分到了国服前3。他们把棕色剑拼成叶片形状，再复制拼成狮子的大围脖，效果还是非常出色的。有一组想把动物塑造得更加幽默，毕竟现场很多小朋友都手握票权。半场的时候 Brickman 走过来视察，提出目前的动物数量太少，四面八方的动物献上了自己带来的贡品，有培根、鸡蛋、牛排，甚至是一只活的老鼠。狮子的位置比人要高出一些，所以必须抬头才能看到狮子的眼睛，很精巧的设计出了威严感。但和前面的泰坦山神在完成度上差的还是大了点，不过在美版拿个冠军应该是绰绰有余的。意料之中的观众票选环节里，前来参与投票的字符哥 Kale 对巨大的泰坦一见钟情，后半赛程基本上是全程领跑。兄弟组的山神拿到了亚军，说实话对我来说，山神带来的那种心理上的震撼要比完结撒花。我得说话小点声，怕把作品震下来。节目组500万块乐高砖都买了，那肯定要玩点离谱的。这题目视力不好还真不容易发现，一颗用细钢丝吊在空中的乐高砖，这是要搭个国宝吗？看了一会儿，终于揭秘出是空中滑板。悬空搭建对模型的平衡和重量把控要求很高，这个飘带的曲线仿佛滑板真的悬浮在空中一样。这个模型的难度，不知道玩乐高的各位能看出多少？感觉后方选手很难超越啊！这看着像是个吊扇，还有人头，难道是我小时候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破案了，其实是小偷偷了名画，藏在美术馆的大吊灯上。这颗头刚好踩着倒计时的声音掉了下来，只剩下半截身子挂在吊灯上。完了 ，barbecue 了！10个小时的努力真的要归零了吗？要是不出意外，以这个作品的质量，说不定可以冲冠军。吊灯不光细致，还有着接触不良的闪烁效果，戏剧性出场的老鼠，小偷人脸的砖块运用也恰到好处。还好选手机智地学习了国产恐怖片的套路，将一切解释成了一场噩梦，硬是将这个抛头露面的事故圆成了故事。进片场的第一眼就被这只老鹰的造型惊艳到了，嘴部、钩爪、肌肉线条都处理得很完美。他们做的是雷雨天老鹰抓捕信鸽的对峙场景，可惜搭建功力都用在老鹰身上了。顶上这个板不说，真看不出是乌云。这组小哥执着于做外星故事，他们把前几期的作品串在了一起，做一个外星生物来地球窃取人类的文明和艺术的故事。但过程中出了乌龙，导致3个主角的飞船燃烧了起来，整体感觉没有他们以往的作品厉害呀。期待小哥后面的表现。从运动骨架就能猜得到，这一组做的是只大海龟，这是一个热心潜水员解救被困海龟的故事。不过这些海草看着有点眼熟呢，
爱人在人世表示强烈谴责。海龟作为全场唯一使用动力组的作品，我先来压一个冠军。还有滑板那组也算上。当败家玩具遇上更败家的玩法，会发生什么？自由落体、保龄球都成了摧毁乐高的手段。首先向我们走来的是2位996受害者小哥，他们计划做一个名为加班的怪兽，眼睛上的23.33分代表着加班到这个点就可以笑着领抚恤金了。他们设想在加班怪身体里藏进一些代表快乐的能量，等到自由落体的时候，快乐能被释放出来。然而打工人的结局总是非常现实，不仅工作完好无损，快乐也没摔出来。小时候在北京胡同里嘛，每到周末的时候，总会有一个卖爆米花的老爷爷，那个是我们童年的最甜美的关于绽放这个词的一段回忆。接冰崩爆米花的爷爷也没想到自己会成为乐高的灵感来源。夫妻组做了一个大玉米飞船，他们故事里的玉米人准备飞到太阳上度假，但飞到一半的时候就发现自己越来越香，粗线条拼出了漫画感，玉米人的饮料杯和身体里都倒满了小零件，好增加接下来的视觉冲击。砰的一声，和崩爆米花还真异曲同工。聪明的玉米人在飞往太阳的路上瞬间裂开，成了爆米花。看颜色应该是草莓味的。师徒组抽到的是保龄球，他们准备做一个种子仓库，借助保龄球这颗小行星来撞破仓库，播撒种子。因为保龄球的冲击从正面来，所以他们把模型做得比较低。节目组的零件一箱箱倒起来就是不心疼。接下来主持人手一甩，小行星将仓库冲开，像炒饭一样的种子撞到了宇宙的各个角落。下一组小哥抽的也是主持人快乐球，宇宙的居民抓住了邪恶的章鱼王，准备引来陨石消灭它。在相信主持人球技的情况下，唯一的悬念就是旁边的人类飞船能不能逃脱。3、2、1，保龄球穿过章鱼怪的身体后飞了起来，绿色的粘液飞得到处都是。幸运的是，飞船也安全存活了下来。这一组抽到的是自由落体，这么大一艘飞船，可千万别在半路上就落体了。主持人也不好当，无论是端模型还是扔保龄球，手都得稳。他们的故事讲的是老船长让继承人做选择，船长帽代表继承，望远镜则代表要放弃这一船的宝藏，选择星辰大海的征途。很显然，最后继承者选择打破这艘宝藏船，选择了冒险。船体里的砖块填充不多，所以视觉效果比较弱。看来这船长也没攒下啥宝藏，继承还真不如出去走走。接下来这一组用了一点小技巧来帮助爆破，他们用锁链将建筑连起来，好让4堵墙能在同一时间碎开。他们做了一个被冰封住的太空基地，里面的人类希望保龄球能砸开冰墙拯救他们。保龄球飞出去的一瞬间飞得更高了，他们前面的斜坡成了画蛇添足，保龄球直接越过了模型，人类解救计划失败。最后一组的主体还是一只大怪兽，这只怪兽吃掉了兔子星球上的口粮。一只勇敢的兔子英雄驾驶着伪装成萝卜的飞船，准备和怪兽同归于尽。怪兽炸裂的瞬间，胡萝卜飞船也没有白白牺牲，插入了怪兽体内。最后评委将冠军给到了爆米花这一组，确实他们色彩和故事上的优势很大，兔子怪兽和加班怪在效果上稍微可惜了一点。你听过玩具艺术品这个词吗？这一期中国选手的表现确实值得艺术品这仨字儿。选手们一人抱走一个大画框，今天他们要搭建一幅以童年为主题的 3D 画，跟着摄影大哥屁股后面熬了12个小时，抬头就看到一个阳光大男孩，这活泼的颜色加上诡异的表情，属实给我看的后背一凉。一些猎文虎克观众应该发现了，这小丑手指头是用人仔头盔做成的。眼睛是不是动了一下？我们中国选手是绝对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能塞动力组的机会的。眼看着这2个球变成一只大青蛙，眼神追着鱼竿上的蚯蚓跑，越是小的人物越难搭。这2个小孩的技术含量不用我多夸了吧？机械和造型双强的作品，不知道为啥一眼就能看出是中国选手出品的。能动起来绝不闲着的还有一组。小时候和快乐有关的记忆，除了踢球，应该就是打游戏了。他们给画框直接做成了街机游戏，不知道算不算跑题，但这真的是我在乐高大师里看过做的最好的一次强迫透视了。投入硬币，启动机器，摇杆遥控人物接球，一下梦回到那个因为一部动画学校足球社团被挤爆的年代。本来以为开头的小丑是诡异天花板了，确实是我见书学浅了。刚想说晚上噩梦素材有了，但选手一通解释之下，直接给利益来了一个大升华。他们想表达，不是每个人的童年都是快乐的，一些反抗和阴暗的角落也值得拿到阳光下讲述。顾不了长，点个小红心代替吧。在画框里套娃的，我也是第一次见。这组在画框里又设计出了一本童年的漫画书，里面讲的是一个女娲补天的故事，双重 3D 了属于是。这组作品复原了小时候骑的木马，中间是和小伙伴扮演国王游戏时的幻想场景，色彩配比和空间布局看着就是一个舒适。这个机械部分只有中国人才能知道灵感来源，超市门口1块钱就能摇明白。
兄弟组被分到的是切一半主题，半个咖啡机。切一半主题历届的2个冠军作品完成度都非常离谱，这就不得不带大家回顾一下了。第一季的冠军是海王组的封神之作，半人小提琴，机器人挣脱齿轮和线路的束缚，破琴而出，一只机械手臂挽着琴，另一只手高举着，指挥自己的重生之歌。以及第3季里胡子哥的录音机，他们把收音机倒过来拼，做成录音机在爆炸中摔倒在地上，火花炸成音符喷涌而出的场景。可惜胡子哥只要再坚持一集，就不用在电视上看这一段了。这2个作品都是出自当季冠军之手，2个神作天花板压顶。作为第3季冠军的兄弟组，无形中压力变得很大。咖啡机远看像一块水泥疙瘩，非常无聊。于是他们打算把静止的物品变成一个角色，搭一个冲咖啡的机器人，一手出咖啡，一手出小票。但在这种卡通设定中，2只手视觉上确实不够奇趣。I'm going to ask you a question. How many hands are appropriate for Barista Bot? It's a great question. I reckon 5. 5 hands? 5 hands. 1 for each function. Yeah. 1 even turning itself on. Like an unnecessary function. 为了能赢下这一次的至尊砖，他们听从 Brickman 的建议，他们给咖啡机增加到了5只手，固定好腿部，再调整好机身细节。灰色的大水泥块几乎完全被藏进了砖块里，一只咖啡机器人完美诞生了。这是一只为咖啡而生的机器人，它一生唯一的任务就是做咖啡。每只机械臂上都套了一只红色的卡通手套，第1只手拿着杯子，第2只手拿着糖，第3只手操控手柄，第4只手按开关，最后1只手负责点赞。兄弟组有极强的图形概念和零件运用能力，模型最大程度做到了去颗粒化，是很有创造性的改造。对于大师赛来说，这其实还是一个在安全区里诞生的作品，漂亮但不够惊艳。本期进入冠军队列的2组分别是兄弟组的咖啡机以及友谊组的食物链。罗马新摔史没进来，我是有点意外的。不过友谊组这次确实有点领域展开的意思了，而且执行上也很成功，但最后还是败给了兄弟组的咖啡机。这次拿到至尊砖，下期不会被淘汰，也就相当于直通半决赛。下一期 Finals week. So it's really smart for us to play it safe, but we're not going to do that. How is that going to stay up there? Science. Are you for real? And this one is a cliffhanger.